历史上每次地缘政治危机，都有人在混乱中直接暴富，也有人在恐慌中亏到怀疑人生。各位观众晚上好，这里是加密阿尔法，今天我们来继续跟进比特币最新行情。周线级别看呢，上周是一根阴线，其实呢它有一度往上去涨的感觉，但是最后呢还是收了一根阴线，表明是说它一度回抽。那这里呢遇到了很强大的阻力，随后呢就继续往下跌。目前来说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，就是你可以看上周呢这一根周线。其实把下面的低点呢有进行一个有效突破，然后本周呢虽然有一度往上涨，但是现在呢又回到这个中间段。那么这周的走势会怎么样呢？先从周线级别来看，我首先想要讲的就是它其实呢有一步往上走，然后其余的动能都是在往下的，下面呢仍然有一些低点，就大趋势呢仍然是往下走的意思。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略的大级别分析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日线级别。从日线级别来讲呢，它目前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。上周提醒过大家，这边是逐渐形成了一个上升趋势线。实际上说，如果你把上面这些点全部连接起来，你会发现它其实有进行一个假突破。那么下方呢，它已经是现在跌下来了，有尝试就是站回去。如果它真的站回去，今天收盘收在了这个上面，那就意义就可能不太一样，就意味着它有可能会反弹。但是这个反弹呢，最多只是把前方的整数关口打破，随后进行下跌。同样有个非常有趣的现象，我们在上一个阶段的时候呢，也画了一个下行趋势线，你会发现它跟现在的境况是如出一辙的。那它在最初的时候呢，从低点划入，然后从这里开始横盘整理了大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大概1周左右的时间。那这个阶段就目前非常像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阶段，那都有呢在这个趋势线当中呢来回徘徊，但是呢它没有办法突破，也没有办法跌。随后呢在可能就是1周之后了，然后就开启到了一个下跌的整一个趋势，所以呢，我们会预测整体趋势呢还是以往下为主。那我上周呢画了一个密集成交区域，本周刚开始的时候呢，确实是踩到了 VAL， 然后呢有了一些反弹，但目前来说，这根上影线呢其实是有点长的，它只是往上面测试这个 POC， 然后这边就可能有受阻的迹象。如果说再度往上磨的话，我会认为它会继续去测试 VAH。那目前呢，你就把事情想的简单一点，它仍然在这个盘整的区间之内，就在 VAH 和 VAL 之间盘整。那既然在这边测试一下呢，有可能还会继续盘整一段时间，直到这个彻底跌破。那么下次把这个地方彻底跌破的时候呢，它就会走出这个区间，那有可能会来到更低的低点。目前呢，只要在这边有支撑，我都觉得还是在继续盘整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进场就选择到做多和做空，都不是一个很好的策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反复盘整嘛，盘整去盲目抄底或者做策略，显然不是一个很好的入场机会。并且10月高点以来的下行趋势线仍然是压制上升的势头，总体来看的话，仍然是偏空思维。讲完了技术面，我们再来看下基本面信息。2020年1月，美国一发飞弹干掉了苏莱曼尼，全世界都在害怕第3次世界大战，油价单日暴涨 3.5%。比特币非但没跌，还涨了 5%， 那个时候大家都喊它是数位黄金。但是到了22年的俄乌战争，油价2周之内冲到$135，比特币开战当天先跌 8%， 再拉回来，一堆人以为抄到底的时候呢，结果那一年它最终跌了 65%。两次地缘冲突，两个完全相反的结果。现在26年3月，美以联合打击伊朗，霍尔木兹海峡陷入瘫痪，油价创下40年以来单周最大涨幅。那你手中的币又该何去何从呢？我们回到刚刚讲的2次战争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同样是战争，同样是油价暴涨，比特币一次涨一次跌。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的价格走势。20年苏莱曼尼事件爆发，比特币当天涨了 5%， 接下来这段时间从7000一路涨到10500，涨幅超过 46%。22年俄乌开打，比特币在盘中一度大幅下杀，但是短期来看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呢，比特币其实都有在涨。但后来呢，20年比特币涨完之后呢，全球疫情爆发，比特币单月从10500暴跌至$3800，跌了差不多 58%。这个时候呢，联准会出手，他宣布无限量 QE， 利率呢将接近0，在最初的3个月的话，就已经往市场当中灌入了3万亿美元。那市场上的钱多到不知道放到哪里，所以比特币从38000一路涨到69000的高点。比特币在短暂的反弹之后呢，开启了漫长的下跌，跌了1年之后呢才见底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因为在俄乌战争开打之前，美国的通胀就已经压不住了， CPI 已经冲到了 7.5%， 是40年以来的最高点。俄乌战争一爆发，油价从97冲到$135，原油价格上涨推了通胀一把。当年6月，通胀率直接冲到 9.1%，
创下40年以来新高，联总会被逼得走投无路，开启了40年以来最猛的加息，1年之内呢把利率从 0.25% 加到 4.5%， 市场上的钱全部都疯狂抽走。那比特币呢也从48000美元一度跌到15000美元，全年跌65%。那现在你看出来了吗？两次战争，比特币短期反应是一样的，都涨了，但是战争之后的宏观环境反而走向两个方向，一次市场的钱在往里流，一次市场的钱在被抽走。那战争本身从来不是比特币的杀手，真正决定比特币命运的是战争之后市场的钱是在增加还是在消失，而决定这个事件走向的是联准会。联总会刚开完3月的利率决议，结果很清楚，利率保持不变。点阵图显示今年可能只降息一次。消息一出来，比特币立马就开始跌了。虽然之前连涨了8天，都冲上76000了，大家以为会来一个像样的反弹，但结果会议一开完，直接被打回原形，跌回7万左右附近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降息次数越少，大家预期市场上的流动性就会越紧，而流动性就是风险资产的命脉。原本没有战争的时候呢，大家预期今年可能至少会降息2次，那有人还会赌3次，但这个月的话变成全年只降息1次，甚至有人说今年可能都不会降息，还有可能会加息。那为什么降息预期变化这么大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联准会本来没有他完全没有放下对通胀的戒心，而这场战争和油价飙升让他更加不敢乱降。你看这次3月的会议，不只是利率死守在 3.5% 到 3.75% 没动，甚至呢他们把26年的通胀预估从去年12月的 2.4% 调高到了 2.7%， 这其实已经在释放一个很明确的信号，通胀还没有完全压下来。鲍威尔这次讲的也很直接，只要油价冲上来，短期通胀就会重新就顶上去。但是你要注意的是，这次调高预估不完全是因为战争。你把2月的 CPI 拆开来看，你会发现很多通胀项目呢，在这一波油价失控之前，其实就已经在涨了。像食品，2月已经先涨了 0.4%。换句话说，民生端的压力本来就没有消失，油价再往上，货运、化肥、包装这些成本都会跟着涨，最后呢，大家买到的东西只会更贵。我们把这些数据串联起来，你就明白为什么鲍威尔在这次会议当中放鹰或者选择我不知道。因为通胀呢本来就没有完全压住，现在油价呢又上来补一刀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想要联准会降息就真的很难。但问题是，联准会又不能只盯着通胀，它还有另外一个任务，就是稳住就业。那现在更麻烦的就在于，美国就业这方面呢也没有打算就是让联准会好过。总而言之，接下来想判断比特币长期走势，我们真正要看的不是新闻标题有多吓人，而是2件事情：一，能源价格能不能下来；二，就业会不会继续恶化。因为这两件事情才是真正决定市场资金流向，从而影响比特币。讲到这里，使用我们视频下方交易所注册链接进行注册，永久享受到最高手续费减免，还有众多新人福利。近期有人在坚持 OKX Spot 的小伙伴可以使用我们的专属减免优惠码，这样刷交易量可以有效避免不必要的损耗。如果还没有 Gas.io 的账户，可以使用我们的注册链接，这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福利。在注册的时候，记得绑定一下我们的专属邀请码，这样你可以获得 20% 的终身手续费返还。Bybit 交易所现在新用户注册满手优拿到爽，一鱼多吃福利多。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币安广场的账号。同样，如果自己在玩币安广场，多进行积极的发帖和互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币安广场内置的一些空投活动，通过简单的参与，比如说转发帖子、关注，然后以及是发内容和文章，都可以得到相对应的积分。那这些积分的话，都是他给到奖励的凭证。在做这些任务的时候呢，也不要忘记我们阿尔法指标平台每日签到和观看视频。这些积分的话都是空投简要的唯一要素，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空投